大家好，这里是 Jeffrey Tech。在如今安卓阵营的几乎每场发布会上，散热成为了必讲的重点，诸如碟铺 VC 立体散热系统、全天候原子级散热引擎、金刚石冰芯散热系统，这些唬人的名词层出不穷。一些游戏手机甚至把散热风扇都塞了进去，但相比安卓这边豪华的散热配置 ，iPhone 的散热就要寒酸不少，可以说它几乎没有，甚至在苹果发布会上也从未提起过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不少果粉肯定发现了，从 iPhone X 开始，虽然处理器一直处在塔尖，上手却不能持续发挥性能，不管是哪一代，打游戏发热掉帧卡顿，一直是被消费者甚至其他厂商诟病的问题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从单方面体验上看，确实是如此，但手机的比较更应该从多方面综合考虑，脱离了性能、轻薄、使用时间，谈散热都是耍流氓行为。高性能发热就高，但苹果的 A 系列处理器公认的当下最强手机处理器了吧？但就是很难被其他厂商追上，这说明什么？其实从轻薄、性能、长时间使用体验上考虑，你会发现 iPhone 不管是从续航还是散热都是有进步的，而且特别明显。归根结底呢，苹果其实更多是在性能功耗上下了很大功夫，通过在不加其他附件的情况下不断优化升级，而不是像其他厂商做更厚更大的形体加上个散热片。iPhone 内部只有必要组件。首先，苹果手机的内部结构设计十分紧凑，与其简洁的内部设计原则相结合，使 iPhone 的内部存在的都是必要的组件，且放置结构简洁有序。散热对一台手机来说难道不是必要的吗？答案很显然，散热不论对电脑还是手机来说都是十分必要的。但 iPhone 不像安卓手机一样安装有散热板，除了内部机身设计，已无多余的地方放置散热板。更主要的其实是苹果选择了从另外一个角度解决问题，即提升芯片的能耗比。众所周知，苹果的 A 系芯片，不管是 CPU 还是 GPU， 一直都是领跑同代竞品的。以最近热度很高的高通骁龙8 Gen 1为例，根据 Geekbench 5的 CPU 测试数据显示， A15 单核为1724分，多核4587分，而骁龙8 Gen 1的单核是1204分，多核3654分，分别落后 30% 与 20%。根据极客湾数据显示，在 CPU 多核方面， A15 的能耗比是570分每瓦，而骁龙8 Gen 1只有343分每瓦，落后近 40%。而 GPU 能耗比的情况也同样如此，骁龙8 Gen 1是 3.84 分每瓦，而 A15 是 6.84 分每瓦，几乎只有一半的水平。具体来看，在 GPU 方面，骁龙8 Gen 1的数据只是勉强跟上 A15 残血版。极客湾的测试结果表明，在 1440P 高压测试中， A15 满血版的跑分是54分，而骁龙8 Gen 1是43分，落后近 20%。在峰值性能方面，相同的测试状态下，骁龙8 Gen 1和 A15 残血版成绩相同，但 A15 的功耗仅有 6.5 瓦，而骁龙8 Gen 1的功耗为 11.2 瓦。除此之外，当手机处于中高频率的负载，就比如说在光明山脉锁 1080P 30帧的情况下，骁龙8 Gen 1来到了 4.1 瓦的成绩。和骁龙此前的处理器相比，这个成绩确实进步了不少，但和残血版苹果 A15 相比，距离还是比较明显的，就更不用提只有3瓦的 A15 满血版了。简单的说就是，当手机遇到散热问题，安卓手机选择安装散热系统，甚至是散热风扇解决问题，而苹果手机选择从提升芯片及手机处理器性能比方面缓解，这就是两大系统的科技路线选择的区别。关于苹果的内部设计，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，在1980年，苹果推出了一款名为 Apple 的电脑，在设计样品时，为了让电脑更安静优雅的运行，乔布斯擅自取消了电脑的散热风扇。虽然工程师一再强调没有风扇电脑会因元件发热导致崩溃，但乔布斯的回答永远一句话：你不懂。现在苹果 A 系芯片的发展似乎在证明乔布斯当年的决定是正确的。苹果所追求的是人性化的产品美学，它对产品的由内到外都有对美的偏执，而除了简洁美以外，还有用户体验的触感美与细节美。为了通过一个科技产品给用户之间最细微的体验，苹果致力于从触觉方面制造极致的操作感，使界面的手指操作更加直观与直接。与此同时，同样出色的细节美更是需要许多组件支持完成。从苹果手机的外观设计，如手机的防水功能、双扬声器、对光的感应等，都需要元器件的支持，才能做到现在苹果手机的精细与人性化。可以说，苹果手机具有独家的科技设计理论，但在这其中，散热或许并不是苹果认为的重点。综上所述，苹果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品牌手机产品的散热问题，而是有意去点了不同的科技树，通过大力提升处理器的能耗比，
来实现从根源上解决发热问题。只是目前苹果仍还没实现其理想中的效果。为了解决散热，苹果、安卓都在努力。近2年，很多安卓厂商都热衷于堆散热，其中最大的原因还是在于高通发布的骁龙888和骁龙8 Gen 1的发热情况过于严重，很多人都将其戏称为高通火龙处理器。其中受影响最大的当属使用它的安卓厂商们。为了改善这种现象，安卓厂商们开始通过采用安装散热系统或散热风扇的方式，解决手机芯片性能不佳带来的散热问题。其中，小米推出了环形冷冻散热系统，华为推出3D 石墨片立体散热等。他们这么做就是为了尽量减少手机发烫发热。不过，苹果在堆散热方面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动作，这是因为什么呢？首先，苹果是绝对有自信且相信自己精细化内部结构设计，所以在原本就紧凑的机身设计架构上，并未留空间给散热元件。同时，苹果在自研芯片方面有优势，那是因为它采用台积电代工，拥有 A 系列芯片超高的性能，以及较高芯片的能耗比，这使 iPhone 性能增强，功耗降低。这是苹果想从根本上解决手机散热差问题的方案，也是苹果选择不安装散热部件的原因。而安卓手机是开源系统，限制因素少，就比如很多小伙伴都经历过安卓手机自动启动后台程序，后台应用过多未关闭时，手机出现卡顿、运行变慢、发热发烫的现象。总的来说，针对手机散热问题，安卓与苹果各有各的想法和处理方式，不论好坏，在 Jeffrey 看来，只要是为了解决手机散热问题，给用户带来更好体验感的，都是好方法。那么，对于 iPhone 的散热体验，你有什么看法呢？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。这里是 Jeffrey Tech，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请订阅关注该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